你感觉到它了吗？那种永不停止的内心骚动，一种持续的焦虑震动，从你醒来的那一刻起就贯穿你的神经系统。现代世界一起无休止的需求流，在你找到自己的中心之前，就把你拉向1000个不同的方向。你成了一个木偶，起身所被似乎完全超出你控制的力量所操纵。手机上的一条通知，一则2人的新闻，社交网络上一个陌生人为经请求的意见，每一个这样的外部刺激都决定着你的情绪状态，让你的心情像一场无情风暴中脆弱的蝎子一样起伏。你生活在一种持续的警觉状态中，一种决策疲劳侵蚀着你的生命能量，让你筋疲力尽，脆弱不堪。你的生活变成了一系列无休止的反应。你对工作中的压力做出反应，你对家庭的期望做出反应，你对交通的混乱做出反应，你对当天的新闻头条做出反应。你整天都在灭火，回应那些不属于你的紧急情况。而到了最后，当激情终于到来时，唯一剩下的感觉是一种深深的疲惫，一种空虚。你意识到你没有在掌控，你没有驾驶自己的生活，你只是一个被动的乘客，被时间的洪流带走。痛苦的真相是，你没有在控制，你被控制。这种无力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无声疾病，是似乎用物质性的焦虑和组织你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的脆弱性的根源。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出路呢？如果存在一种古老的技术，一种思想的操作系统，有罗马皇帝在战场上和中国圣人在他们激经的寺庙里前吹白练而成呢？一种在你内心建立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的方法，一个人和外部风暴都无法动摇的平静与力量的圣殿。在这个视频中，我将把这座城堡的钥匙交给你。我们将一起建立内心堡垒的5大支柱，一个融合斯多葛主义的无情逻辑和道家思想的流动智慧的使用指南，将你从一个被动的木偶转变为自己命运的铸金主人。在我们开始建立第一道墙之前，请订阅频道，以免错过任何用于此建设的工具，并告诉我你从世界的那个地方开始这段路程，生命你的出发点。我向你介绍的解决方案不是一个复杂的学术理论或宗教教条，把它想象成你思想的操作系统，一种融合了2个看似不同世界进化的中国斯多葛主义哲学。一方面，我们有斯多葛派的无情逻辑和钢铁般的记录，如皇帝马克·奥勒留，他叫我们粗暴地区分我们能控制和不能控制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又道家思想的流动与和谐的智慧，像老子这样的圣人的哲学，他叫我们与生命的自然流动和谐行动，而不是与之对抗。这2所思想学派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自给自足和有效行动的系统，一种为我们生活的混乱世界设计的真正的灵魂技术。你理解一下，这点至关重要。我们这里的目标不是把你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雕像。斯多葛主义者冷漠疏远的形象是一种错误和肤浅的解读。我们追求的不是冷漠，我们追求的是动态平衡。我们追求的不是僵硬，我们追求的是筑境的力量。目标是让你变得像柱子，这种哲学的完美象征。柱子在最强的风面前又压得弯曲，它挂影，它屈服，显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然而它的根石如此之深和牢固，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把它从地上拔起。坚不可摧并不意味着像橡树一样僵硬，在压力下会裂开。它意味着像柱子一样有韧性，与风暴共舞，并保持站立，完整而居中。为了将这段旅程锚定，在经过时间考验的智慧中，我们看向那些在我们之前的灵魂建筑师。皇帝哲学家马克·奥勒留以尖锐的清晰都提醒我们，你对你的思想有力量，而不是对外部时间。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找到力量。这是我们堡垒的基石。作为补充，道德总是老子一者，举个言照亮了我们的内心旅程。知人者知，自知者明。他们共同为我们提供了地图和指南针。斯多葛主义给了我们结构，我们内心城堡的墙壁；道家思想给了我们流动性，填充护城合并，在这些墙壁内和谐流动的水。
有了这些工具，你就可以开始建设了。现在，让我们来建立你堡垒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墙。这是其他一切都将建立在气上的基础。第一个支柱是余缓，对控制的绝对掌握。现在想想，伸出你的手，你在你周围的空中画一个明亮而完美的圆圈。这不是任何一个圆圈，它是你灵魂的神圣边界，是你的王国与宇宙气与部分之间的明确划分。在这个圆圈内存在着一切在你直接和不容置疑的权力之下的东西，在它之外存在着所有其他东西你无法控制的浩瀚海洋。每天想象并尊重这个圆圈的联系，是停止让你进霹雳劲的能量流失的第一步。我们在这里面临的内部冲突是深刻而奸诈的。我们的思想在默认情况下讨厌这种区分，他傲慢地相信它可以也应该影响一切。你担心别人怎么看你，试图控制他们的看法。你对交通、政治、天气感到愤怒，好像你的愤怒可以神奇地改变这些现实。你花在对于幻之外的事物感到沮丧的每一秒，都是浪费生命的一秒，是你力量的一部分被无偿地交给了混乱。现代社会训练我们对一切都有意见，对一切都做出反应，使我们沉迷于一种只产生焦虑的虚假控制感。我们执着于这种控制的幻觉，因为替代方案看起来很可怕。接受世界的大部分是独立于我们的意愿运作的，这种执照是你痛苦的主要来源。当现实不符合你的期望，当人们不像你希望的那样行事时，你会感到沮丧。你不断地与存在的本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打破这种模式需要对自己有残酷的诚实，它要求你审视你的生活，并注意识别那些窃取你和平的贼，所有那些你赋予了决定你内心状态权利的外部元素。这是建设之前的伟大进化。那么，让我们把它变得实际。深呼吸，再次想象你的余患。现在，可以的将唯一属于你的3样东西放进去：你的思想、你的判断和你的行动，仅此而已。你选择如何思考一个时间的方式，你赋予它的价值判断，以及你决定采取的回应行动。这就是全部，这是你的王国。在这里，你是主宰，感受这小领域中的重量和责任，但也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巨大力量。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你可以培养卓越、美德与和平。现在，看看圆圈外面，清楚地看到哪里有什么：你老板的意见，一场比赛的结果，你伴侣的行为，股票市场，过去、未来，所有这些都在终身、命运、宇宙的领域里，它不属于你。你的任务不是控制这些东西，而是从你的圆圈内不用智慧来回应它们。看看，每一个对外部的担忧都是一个不必要的负担。通过有意识地将这些元素中的每一个都放在圆圈之外，你不是变得冷漠，你是在变得有策略。你是在拒绝打那些你赢不了的仗。每日的练习如下：在你的脑海里拿出最近偷走你和平的3件事，可能是一个人说的刻薄评论，一个你失去的工作机会，或者一则令人担忧的新闻。一个接一个地，有意识地把它们放在预幻的外面，告诉自己，这不在我的控制之下。我对它的回应，是的，在我的控制之下。感受这种区分带来的几时轻盈，就像放下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一直在系带的沉重行李。这种有意识的放弃行为不是软弱，它是最高形式的智慧和个人力量。这第一个支柱的结论是一种深刻的解放。通过将你的能量完全集中在余患内，你保存并被赠它。你不再将你的力量分散在以千个无用的担忧中，而是像激光一样将它集中在唯一能产生影响的领域，你自己的选择。你的内心和平不再是外部环境的认知，而成为你自己的创造，一个你从内到外滋养的堡垒。你停止试图指挥整个关线乐队，而专注于用精湛的技艺演奏你的乐器。而且矛盾的是，这正是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变得更有效和更有力量的方式。随着我们控制的基础建立起来，我们现在转向内心，转向塑造我们现实的意识流。第二个支柱是信入江河，一种对内心和平至关重要的道家练习。如果第一个支柱建造了城墙，
这第二个蜘蛛则叫我们管理在其中流淌的水。你的心就像一条河，思绪、情感、记忆和感觉川流不息，它们出现，停留一段时间，然后逝去。我们大多数人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奄美在这条河里，被它的水流卷走，相信我们就是水本身。冲突，我们的自然倾向是与这个流完全融合。当一个焦虑的念头出现时，你不会说我正在观察一个焦虑的念头，你会说我很焦虑。你变成了那个念头。当愤怒流过时，你变成了愤怒。你如此完全地认同你头脑的内容，以至于你被他的情感潮流跑来跑去，这就是被动状态。你相信每一个念头的有效性，好像河里漂浮的每一片蝎子都是关于你和世界的绝对真理，而实际上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是随机的精神碎片，是过去的会生活对未来的恐惧。这种认同是内心动荡的根源。你的内心叙述者从不闭嘴，他不断地评判、批评、比较、哀叹和担忧，他让你相信你不够好，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你需要再次中文过去的那个错误。与这些念头做斗争是徒劳的，这就像用手试图组织一条河，这只会制造更多的骚动和痛苦。秘密不在于与河作斗，也不在于试图排空它，而在于改变你与它的关系。坚不可摧的智者不与潮流作斗，他学会坐在岸边。河的比喻是你解放的工具。现在想象自己舒适地坐在一片平缓流淌的河的草岸上，这条河就是你的心。看着水，看到思绪像蝎子、树脂或笑纸船一样出现，一个关于要付账单的念头飘过，你注意到它，没有评判，让它顺流而下。一个尴尬的记忆出现，你观察它，不止照遇它，看着它在河的拐弯处消失。一阵悲伤涌上心头，你感觉到它，认识到它是一种短暂的能量，让它流过。你不是鞋子，不是树脂，不是波浪，你是岸上沉默的观察者。这个蜘蛛的人物是每天练习5分钟的灌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闭上眼睛，简单的观察你头脑的流动，不要试图停止思绪，不要将它们评判为好或屁，不要分析它们，只是观察。当你意识到自己被水流卷走，认同了一个念头时，温柔地，不带批评地，回到你在岸边的位置。你每这样做一次，你就削弱了思绪对你的力量。你在训练你的意识成为天空，而不是飘过的云彩。这种联系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内在空间，一个在你和你的思绪之间，在你和你的情感之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存在着自由。你开始意识到，虽然你无法控制那个念头会出现在你的心河中，但你可以控制你是否要跳进水里去追逐它。内心的动荡急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来自取认同的清晰和平静。你不是你的头脑，你是观察头脑的意识。这种洞察力是一个人可以拥有的最深刻和最具变革性的洞察力之一，也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住境的秘密。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要控制什么，并学会了无判断地观察我们的头脑，我们现在来到了行动的时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战略性的不行动。第三个蜘蛛是智者的沉默，即在刺激和你的回应之间创造一个可以空间的艺术。这也许是日常生活中最实用的蜘蛛，是将你从一个冲动的反应者转变为一个情感战略家的工具。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反应的速度，而在于你选择的回应的深度。而这种选择只能在停顿的沉默中诞生。我们这里的冲突是我们对即时性的生物和社会编程，我们被条件化为做出反应。有人侮辱你，身上腺素飙升，尖锐的回应就在你的舌尖。你收到一个屁消息，恐慌立即袭来。现代世界媚化速度，即时回应，瞬间决策，但这种速度是智慧的敌人。做出反应就是当一个木偶刺激拉动绳子，你就跳舞，这其中没有自由，你只是在执行一个武装的习惯和冲动程序，通常会带来你以后后悔的结果。解放的真相是，在刺激和回应之间存在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存在着我们选择回应的力量，而在这种选择的力量中存在着我们的成长和我们的自由。
智者的沉默是可以进入并扩展这个空间的练习。你不再允许自动反应，而是创造一个停顿，1秒钟、2秒钟，需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在这个停顿中，你呼吸，你与河岸上的观察者连接，你咨询你的内心城堡，然后从一个平静和清晰的地方，你决定如何回应。想象一下场景，你收到一封同事严厉批评你工作的电子邮件，刺激就在那里。自动的反应会是感到被攻击、防御，并开始输入一封愤怒的回应，指出它的缺点。现在，应用智者的沉默。你读了电子邮件，你感觉到愤怒或羞愧的浪潮涌起，你没有行动，而是停顿。你站起来，深呼吸3次，你激起你的语患。电子邮件和同事的意见在外面，你的回应在里面。你观察愤怒的感觉像一片飘过的云，只有在那时，在情感浪超过去之后，你才坐下来，指定一个平静、专业和战略性的回应。这个支柱的任务是识别你生活中一个你通常会冲动反应的重复情况，可能是在与你的孩子相处时，在交通中，或在看政治新闻时。承诺下次这种情况发生时，应用战略性停顿，什么都不做，只是呼吸和观察。即使停顿只持续3秒钟，你也已经打破了反应性的回路，你已经在只有自动反应的地方引入了意识。这是一个巨大的自律行为，也是增强你意志力和自控力肌肉的练习。持续应用智者的沉默，将导致你的人际关系和个人效能发生根本性转变。你将不再是一个爆发然后后悔的人，而成为一个以冷静和深思熟虑著称的人。人们会感受到你驻静的力量。你会发现，在许多情况下，最有力的回应就是沉默本身。你不需要拥有最后一句话，你不需要赢得每一次争论，你只需要保持对你内心网过的控制。通过掌握停顿，你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再是环境的奴隶。一个简短的消息，在我们继续前往将巩固你堡垒的最后2个支柱之前，你在这里学到的是基础，但建造一个内心城堡是一生的工程。为了支持你持续的旅程，我创建了一个名为“坚不可摧的头脑”的特别播放列表。它用其他的工具和练习深化了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把它看作是你的高级工具箱。如果你真的致力于这一转变，这个播放列表是你深化训练和进一步加强防御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当你准备好时，连接是可用的。现在，让我们进入下一个支柱。随着你的城堡得到更好的保护，你的头脑更加平静。现在是时候学习以一种新的方式与外部世界互动了。第4个职责是毫不费力的行动，或成无为，道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支柱教导如何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最大的效果，与事物的本性和谐行动，而不是与之对抗。这是从慢力到优雅，从抵抗到流动的转变。真正的精通不在于强迫结果，而在于意智慧和实际加于现实。我们的冲突是对奋斗和努力的文化崇拜。我们被奋斗文化 hustle culture 教导，成功与痛苦成正比。我们相信我们必须强行推开门，我们必须推动河流，让它流得更快。这种心态导致我们精疲力竭、倦怠和沮丧。我们一生都在试图将方钉插入圆空，逆流而上。然后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累？这种方法就像只用手臂的力量划穿你风航行，效率低下，筋疲力尽，最终是徒劳的。无为的智慧邀请我们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这与懒惰或被动无关。相反，它是一种极其聪明和有效的行动形式。想象聪明的农民，他不会对虫子大喊大叫让它们长得更快，他研究土壤，了解季节，在正确的时间播种、挂量浇水，然后让大自然完成它的工作。他与过程和谐行动。想象经验丰富的冲浪者，他不会试图阻止浪潮，他感受它的能量，正确定位自己，并以优雅和力量驾驭它。这就是无为，对齐的、智能的、无摩擦的行动。你练习的比喻是驾驭一条河，而不是试图逆流游泳。看看你生活中你感到手足的一个领域，那里似乎你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却收效甚微。可能是一个工作项目，
一个家庭冲突或一个个人目标？你是在试图强迫一个结果吗？你是在忽视你的方法性不同的明显迹象吗？无谓邀请你停止疯狂的画匠，听一会儿，把浆受到串理，只是观察水流，食物的自然流动，想把情况带到哪里去。这个支柱的任务是识别你生活中这个高阻力区域，并问自己，在这里毫不费力的行动会是什么？冲浪者或农民的方法会是什么？与其强行进行一次艰难的对话，也许到路师等待和顺的时机；与其试图控制一个项目的每一个细节，也许道路师更多的信任你的团队。这是关于找到杠杆点，既能够产生最大结果的最小行动，因为它与已经存在的力量对齐。优势，毫不费力的行动，甚至可以是决定暂时什么都不做，让情况自行发展。通过融入无为，你以一种新的优雅和效率在世界中移动。你停止在不必要的战斗中浪费你宝贵的能量，你变得更善于观察，更有耐心，并且策略性无限增强。你学会感受风向，并调整你的帆，而不是诅咒风。这不仅改善了你的外部结果，也保护了你的内心和平。你与生活合作，而不是对抗它。而这种和谐正是件不可摧的智者的标志。它不是通过蛮力，而是通过智慧和流动的优雅来达到它的目标。我们现在来到了最后一个支柱，为你的内心包垒加冕并封钉的穹顶。这是最具挑战性，同时也是最强大的概念。清晨法领，或称 Amor Fati， 爱命运的时间，从拉丁语翻译过来 Amor Fati 意为对命运的爱。这并非对发生的事情被动或顺从的接受，而是对生活带给你的一切，无论是被认为丝毫屁还是中性的，都积极、肯定，甚至充满爱意的拥抱。这是不仅接受，而且爱上你的命运，将每一个时间都转化为机会的决定。这里的根本冲突是我们人类对痛苦和困难的自然厌恶。我们渴望一个平静、可预测、没有障碍的生活。当不幸敲门时，一场疾病，一次经济损失，一次背叛，我们立即的反应是抵抗。这不应该发生。为什么是我？这种抵抗，这种与已经是现实的事实做斗争，是巨大且无用痛苦的根源。这就相对于水正在大势而生气一样。雨水就是雨水，你的抵抗阻止不了它，它只会让你在被淋湿时感到痛苦。Amor Fati 提出了一种基金的视角转变，这是连金注视的心态。他看到钱不是一种无用的金属，而是黄金的原材料。对于坚不可摧的知者来说，发生的一切都是原材料。工作中的挑战不是障碍，是练习耐心和创造力的机会。不公正的批评不是侮辱，是怜惜超然和智者沉默的机会。痛苦的损失不仅仅是痛苦，是培养人性和同情心的机会。你停止问为什么这发生在我身上，而开始问我如何能利用这个支柱的核心时间是清晨法领。你的任务是创造一个个人短语，一个你每天早上醒来时都会念诵的强大肯定。这个短语应该概括你准备好拥抱这一天，无论它带来什么。它可以是这样的：宇宙，无论你带来什么，我都会将它转化为力量和智慧。或者今天，我爱我的命运，并利用一切来促进我的成长。或者马克·奥勒留那句简单而有力的话：路上的障碍变成了路。重要的是这个短语与你产生共鸣，并且你带着意图宣告它。这个造成的法领不是天真的积极思考，它不是假装一切都很美好，这是一个力量和挑战的行为。这是你面对一天的不确定性，宣告你比任何可能出现的环境都更强大。你正在准备你的思想变得泛脆弱，不仅能抵抗混乱，还能从中受益。你正在变成你的操作系统，在别人只看到问题的地方看到机会。这是你对你的态度，你唯一真正控制的东西的每日主权宣言。通过活出 Amor Fati， 你变得真正坚不可摧。一个人怎么能打败一个欢迎所有结果的人？一个人怎么能打扰一个在所有情况中都找到好处的人？你变得不可战胜，不是因为没有屁事发生在你身上，而是因为你对屁的定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你看到的生命
不是一系列需要恐惧或控制的时间，而是锻造你灵魂的完美健身房。这是内心堡垒的顶峰，一种不依赖于风暴的缺席，而是在风暴心中绽放的和平。路程已经完成，但你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你已经受到了基本的设计图和工具，与欢来定义你的力量，心如江河来找到和平，知者的沉默来精通行动，毫不费力的行动来有效地驾驭世界，以及清晨法令来爱你的命运。你从一个被动的人，风中的一片鞋子，走到了你作为坚不可摧的智者，你自己住进的建筑师的新身份的门键。你内心堡垒的5个支柱已经呈现。现在，每日的建设、加强这些墙壁和培育内心花园的工作，是你最高尚的任务。记住，没有时间的知识只是4种，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你日常生活的战场上。因此，你成为坚不可摧的旅程现在开始。用一个宣言，这个行为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算法，而是为了你。这是对你自己进化的公开承诺。我希望你到评论区，在那里刻下你城堡的第一块砖，用以下的话评论，感受他们的力量。我是我自己的堡垒。每一条评论都成为一个见证，一个力量的肯定，回响给其他同样寻求这种力量的人。这是你作为你新自我建筑师的第一个行动。为了继续接受这项伟大工程的工具和增援，请订阅频道并给或通知。建设不会就此停止。最后，如果你已经看到视频的这一点，你已经展示了一个真正受训中的智者的记录和专注。你没有寻求轻松的娱乐，你寻求了转变，这让你置身于一个精选的人群中。我希望你认识到自己，并找到像你一样的其他人。在下面评论，我看到了最后看看有多少其他沉默的战士与你并肩在这段路程中，在这里形成一个支持的社区。如果这个信息与你产生共鸣，如果它给你的日子带来了一丝和平与力量，请分享这个视频，把它想象成一张你可以寄给另一个在风暴中觅食、迫切需要找到通往他们自己内心堡垒之路的人的地图。你的旅程加强了我们所有人的旅程。